罗素曾说过，忍受不了无聊，生活就变成持续逃避无聊。只有经历过独自生活才明白，生活中没有兴奋剂。如何在平凡中找到生活的真谛，是每个人都要思考的问题。近40岁的吉子是一位出版社编辑，他生活和工作都遵从自己的内心，与人共事时也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则，既不凸显自己，也不随大流，总是表达真实的想法，哪怕被误会为高傲也无所谓，因为这也是一种自我提升的方式，比原地犹豫不决好多了。所以当后辈遇到困惑，他总是为他们指点迷津。他对周围发生的一切始终保持冷静，即便在得知母亲去世时，也未过度悲伤。母亲的突然离世让他重新审视未来的生活。母亲生前一直在打理一间餐馆，而且那家餐馆在那条街上挺有名气。如果回出版社工作，妈妈的餐馆怎么办？妈妈葬礼那几天，他一直想着这个问题，怀念着妈妈，很久都没拿定主意。开西餐厅的熏子婆婆建议他把店面租出去，毕竟地段不错，总空着也不合适。说完后还加了一句，这跟我无关，只是看着不爽罢了。吉子听了也不生气，知道熏子婆婆性格就是这样，嘴硬心软的，想着自己锅里蒸的南瓜。继子问熏子婆婆要不要试试，熏子婆婆直接回绝，说自己不喜欢甜的，又不舍得让吉子难过，离开前说了句吃点儿也没事儿。继子经过山田先生的花店时，被刚出来的中村大叔拦住，两人是他母亲的老朋友，手里拿着花准备去母亲坟前祭拜。他们回到餐馆时，几个年轻人正站在门口看，明显是餐馆的常客，常在这里吃饭。中村大叔给母亲上香时，眼尖地瞥见了旁边的书柜，上面全是吉子参与编辑和喜欢的书。继子一直以为母亲会嫌这些书烦人，可中村大叔却说，前不久母亲还拿着他的新书给自己看，脸上满是骄傲和自豪。吉子非常感激两人对母亲的照顾，毕竟他工作忙，不能常回家，家里的事全靠他们帮忙。两人还建议他尽快把餐馆租出去。餐馆关了，很多老顾客都很难过，好不容易积累的口碑就这么关掉，有点可惜，不如让有兴趣的人接手。但吉子着实犹豫不决，还得再考虑考虑。继子一直尊称为老师的前辈惠子女士，却建议他自己重新开母亲的餐馆，而且他也喜欢做饭，母亲辛苦经营的店交给别人太遗憾。吉子听后连连摇头，做饭对他只是爱好，他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开店。但惠子不这么看，他认为吉子天赋异禀，做什么都能成功，写书也是如此，做美食也是如此。生活本来就是一件有趣的事，在有限的时间里体验不同的人生，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。吉子回到家10天已经晚了，餐馆后面蜷着一只流浪猫，他将猫带回家喂了猫粮，饿了许久的猫开心的大吃起来。第二天熏子婆婆问他给猫取了什么名字，这让他有些尴尬，因为他还没决定养那只猫。熏子婆婆脸色一变，责怪他不负责任，带猫回家却不养。于是婆婆故意叫那只猫招财猫，让他把猫留下，说能招财，然后递给他一袋东西就走了。他觉得很烦恼，因为又多了一件让他头疼的事。回到出版社，上司找他谈话，他请假的几天，公司悄悄把他调去财务部，没有事先征得他同意，意思就是不做财务就走人。他没有多想，选择了离职。如果不能做编辑，在这公司也没意义了。惠子得知后，为他新生活感到高兴，他有了充足时间规划未来。他很感激认识惠子，从惠子那学到很多，也明白了往日未曾理解的道理。虽然以后可能不会在一起工作，但生活中还是能做好朋友。他整理好东西，辞职回了家，没有失落，反而觉得特别轻松。他开始享受不一样的闲暇时光，把那只猫咪留下并取了名字，一日3餐做自己喜欢的菜，
没事出门散步欣赏风景。他突然悟到了许多事情，决定接手妈妈留下的餐馆。第二天就请工人来重新装修，决定主营午餐时段。薰子婆婆嘴上说不懂她在想啥，心里却为她重开餐馆开心。装修1个月间，吉子一直在家研究菜品，把每道菜的名字和做法都记下来，不断调整直到满意。中村大叔和山田先生挺高兴听说他重新开业了，餐馆附近的熟客路过也都笑了起来。店面装修好后，他细致地打扫了一遍，还添置了不少新餐具和厨具。一切准备工作都结束了，就剩最后一项，就是需要雇一名服务员。但连续面试了几个人都不太满意，眼看开业时间就快到了，他决定如果再没有合适的人，自己上，找不到中意的，那就自己干。薰子婆婆劝她别急躁，独自开店并不简单，但她觉得慢慢解决会好的。开业前一天，一个短发女孩来面试，她叫加奈，之前来过这家店，只是没想到装修变化这么大。毕业后，她一直做服务员，在不少餐馆都干过。上一份工作是在便利店，可1周前便利店生意不好，关了门。然后她就开始四处闲逛，直到那天看到吉子贴的招聘海报，就想来看一下面试。她个子很高，可能是之前练垒球的原因，所以不怕干重活，店里的活儿都能胜任。吉子觉得聊得投缘，就决定聘用她。第二天开业，加奈很早就到店了。吉子把当天的菜品写在小黑板上，接着两人一起准备当天要用的食材。虽说加奈身材高大，但她做事很细心，很多事教一次就能做得很好。他们配合得非常默契。纪子决定按自己的想法来经营餐馆，这就是他现在最想做的事。每天只做三明治和汤，三明治的面包有3种可选，每天的汤只用1种料。山田先生知道餐馆开业，早早就赶来祝贺，他也成了新餐馆的首位顾客。快到中午时，客人们慢慢多了起来，大都是以前餐馆的老主顾。在薰子婆婆店里干活的小雪，透过窗户看到纪子店里坐满了人，忍不住惊呼起来。薰子婆婆头也不抬，有点酸溜溜地说：“大家只是图个新鲜，过段时间人就少了。”小雪也想尝尝纪子的三明治，还拉着薰子奶奶一起去，却被薰子奶奶严厉批评。纪子没想到开业第1天这么火爆，她和加奈忙得几乎没停过，说好只做午餐，但一直忙到天黑。她庆幸当初只做三明治和汤，不然真应付不过来。加奈下班后一离开店，便独自躺在沙发上，看着夕阳渐渐消失，然后放空脑袋沉沉睡去。突然觉得这生活太美了，庆幸自己在失去编辑工作后依然能过得如此惬意。唯一遗憾的是母亲已不在身边。次日清晨，吉子在每张餐桌上放花瓶，加奈一眼就认出里面的花是仙客来。加奈和吉子都喜欢养花，但吉子的花养不长，他就请教加奈花怎么养得好。其实加奈也不太懂，就只是常浇水。两人正聊着，薰子婆婆进来了，把吉子叫了出去，指着餐馆门口那朵野花，让吉子赶紧拔掉，因为那花有毒，碰到的人会过敏长疹子，万一有人碰到就麻烦了，可能会影响店里的生意。纪子问了加奈的意见，加奈看着花开得好，觉得拔掉太可惜，而且也不是所有人都会起疹，只有过敏体质才会。两人决定先观察几天再说。餐馆开门不久，一个婆婆进来坐下，却不是来吃饭的，而是来找旧友。婆婆口中的旧友就是纪子的母亲。婆婆得知好友去世，非常震惊，脸上随即露出悲伤的神情，开始回忆与好友相识相处的点滴。自从知道好友开了餐馆，就一直想来尝尝，却总是多拖住了，总觉得来日方长，什么时候来都不晚，没想到最后一面都没赶上。她忍不住流下自责的泪水，不停地说早知道就早点来了，然后又觉得自己失态了，赶紧道歉，说起一些吉子不清楚的母亲往事。
两人年轻时在一家餐厅上班，母亲离职前店里传出一些闲话，说她和一个客人有关系，而那个客人已经结婚了。后来母亲怀孕，辞职是为了结婚，一个人生下孩子独自抚养，那孩子就是吉子。继子知道了一些关于父亲的事，但母亲不爱多说，她也没再问。两人说话时，店里来了客人，婆婆不想打扰，便起身离开，但她并没有立刻走远，而是去了山田先生的花店买花，希望吉子能帮忙把花送给朋友。晚上，吉子把花放在母亲的遗像旁，一天又匆匆结束了。营业几天后，吉子发现一个问题，加奈也发觉了，来店里的顾客都带着相同的气质，这对新开的餐厅来说不是个好兆头。吉子反思，可能是装修风格的问题。加奈不太认同，不管顾客气质如何，只要有人上门就好。吉子点头同意，是自己想多了，制造焦虑。那天他们早早下班，决定去薰子婆婆的店里喝咖啡。看到两人，薰子婆婆和小雪都很惊讶。得知继子提早打烊，薰子婆婆开始唠叨，开店不能随性而为，即使晚上没客人也该营业，给客人准备些茶水点心。嘴上说说而已，还是给两人弄了咖啡，还送上热卖的蛋糕。两人一边吃蛋糕一边聊。继子觉得加奈是那种能直接感受周围事物的人，这样的人肯定很受欢迎。他注意到加奈对客人非常友好和善，让人倍感温暖，店里氛围因此变得更加温馨，所以他和加奈一起工作感觉轻松愉快。听到这些话，加奈简直受宠若惊。继子去买第二天要用的食材时，遇见了中村大叔，他们边走边聊。继子的餐馆开张已经有段时间了，但中村大叔一直太忙，没去捧场。他听人说山田先生提到过吉子做的三明治特别好吃，于是决定找机会去尝尝。休息日那天店关门了，前几天听说母亲的好友婆婆又来了，说上次走得太匆忙，这次来是想给母亲敬炷香。上完香后，婆婆又聊起了吉子父亲，不管吉子想不想听，就自己讲了起来。继子的爸爸是和尚，看起来很稳重，也很和善，经常到他们餐厅吃饭，店里的人和常客都挺尊重他，他总是为人答疑解惑，给人很安心的感觉。婆婆在吉子身上也感受到这种感觉。婆婆递给吉子一张纸条，上面是继子爸爸寺院的地址，而寺院离这儿开车不到1小时。吉子对此并不在意，跟父亲比起来，他更想了解母亲年轻时的样子。婆婆告诉他，妈妈性格直率，分明爱恨，容易被误解，但认识她的人都知道她非常好，经常对朋友做感人的事，这一点婆婆也深有感受。薰子婆婆正在门口打扫，看到餐馆门口那棵有毒的花还没拔掉，很是惊讶。正巧遇到来上班的加奈，问了原因后连连叹气，不知道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想的。加奈觉得薰子婆婆既然介意，那她就把花带回家，种花种草她还是行的。中村大叔终于腾出时间和山田大叔一起来吃饭，尝过吉子做的三明治，不停称赞，真好吃，这手艺和他母亲简直不相上下。客人的满意笑容是吉子最大的动力，他清楚一个人开店以后的路还很长，很多事也比想象的更难，但不知不觉他又看到了希望。这家餐馆就是为了让人们开心的享用美食而开的，带着这个信念，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日子。不知为何，他总是会想起母亲以前的餐厅，每天有这么多顾客，大概是因为母亲的美食用心做出来的。卖完当天的食物，继子就会关门，有时候早些，有时候晚些。每次看到他早早关门，总感觉奇怪。薰子婆婆总劝她多开一阵店。薰子婆婆的店以前也是每天客人不断，现在时间长了，生意变得惨淡。薰子婆婆希望她能引以为戒，她有自己的经营方式，也知道薰子婆婆是为她好，所以
每次都静静听着，没有反驳，但还是在买花的时候，把这事告诉了山田先生。山田先生劝他别被左右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营方式，按自己的喜欢去做，店铺才能走得长久。就像我开花店一样，从不在意盈利，随心就好。于是又给他便宜了200日元。来店吃饭的客人有时也会很挑剔，就像那个带娃来吃饭的妈妈，吃饭前要弄清楚面包产地，连蔬菜有没有打农药都要问清楚。两人走后，加奈吐槽道：“这么不放心，就自己做饭呗。”吉子只是笑了笑，可能那位妈妈经常做饭，偶尔想带孩子换换口味吧。当妈妈挺不容易的。加奈的父母非常严格，吃饭时不允许挑3拣4。他有一次说妈妈做菜有点咸，被父亲直接没收了筷子。不尊重别人劳动成果的人不配享受。那天晚上他饿得睡不着觉，母亲还是偷偷做饭团给他吃。他小时候不懂为啥父亲那么严格，直到长大后才明白父亲的用意。下班后，加奈和小雪一起去车站，路上两人聊起了吉子，说辞职就辞职了，然后开始了一个新职业。他一个人开了店，并取得了现在的成绩，这真是件很了不起的事。吉子总让人觉得做什么都很轻松，但加奈了解，他也有烦恼和疑惑，只是他不想让大家知道，所以总是面带微笑，坏情绪自己消化，这让加奈很佩服。吉子每周会给自己1天休息，有时一个人出去走走，有时在家琢磨琢磨美食，有时也会约加奈一起运动。运动时休息的时候，加奈拿出2个面包，那是他从小喜欢的，他说这是他聪明的秘诀，所以他叫他脑袋面包。纪子回想小时候，好像没什么喜欢吃的，那时候妈妈忙得很，没空给他做饭，他每天3餐基本吃店里剩的，吃腻了就自己做，于是练就了好厨艺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后来做饭竟成了他的职业。加奈很感谢他，在他店里工作感到很温暖，可他的归属感源于哪里呢？想了很久之后，纪子终于决定去父亲所在的寺庙看看。在路上，他经过一户人家，被满院子的花草吸引住了。正当他细细观赏时，女主人走了出来。她非常喜欢养花，所以养得很好。周围的邻居常常把快要枯死的花送到她这儿，她养上段时间，花就能恢复如初。很多路人经过都拿走1盆回去养。女主人说着，把1盆花给了她。她带着那盆花去了纸条上的寺庙。一进寺庙就感到身心放松，有位师傅给她泡了茶，聊起了整理院子的园艺师。那位园艺师总说，要把寺庙打理得让人放松，这样来来去去的人才不会累。他在院里坐了很久，跟师傅聊了很多，没有见到那位特别的园艺师。回去时路过中村大叔的店，大叔邀请他一起吃晚饭。那是一对夫妇开的餐馆，大叔是常客，味道很好。两人聊来聊去，自然提到纪子的母亲。吉子小时候总是不满母亲加班晚归，现在才明白，他真正不满的是那个不肯原谅母亲的自己。在这件事上，中村大叔特别有话语权。他认识母亲几10年了，知道母亲一直很要强，拼命的生活，还能保持善良，总想着帮助他人。他觉得如果连这都做不到，就是白活了。这些是吉子不了解的母亲的一面。遗憾的是，他是母亲去世后才明白。那晚他和中村大叔聊到很晚，很多心里的负担突然消失了，感觉轻松不少。他对自己的目标越来越坚定，那就是把餐馆好好经营起来。薰子婆婆没有改变纪子的经营方式，反而受到了纪子佛系态度的影响，偶尔也会给自己放个假。她让小雪去纪子的店里帮忙，自己则关了店出去散散心，在公园里喝奶茶看书，感觉很舒服。直到一群小朋友的到来，纪子的店里忙到很晚。晚饭是小雪煮的咖啡和纪子做的三明治。这一天过得充实又愉快。小雪突然告诉他们自己准备辞职，她觉得是时候去追逐自己的梦想了。
他们为小雪找到新的人生目标而感到高兴。回去的路上，小雪看着周围，心里很是不舍。其实她挺喜欢这里的，第一次来时就觉得很亲切。加奈也有同样的感觉，这里确实是个特别的地方。加奈希望小雪以后有空可以常来吃吃饭，这里至少还有人会想她。小雪也是这么想的。晚上纪子和加奈去酒馆小酌，聊到小雪要走的事，都很舍不得，但他们觉得薰子婆婆才是最不舍小雪的人。虽然她总是板着脸，其实心肠最软，不然也不会让小雪去纪子店里帮忙。说到这，加奈想起了外婆。外婆和薰子婆婆一样是个怪人，总是用严肃的方式表达关心，有时也很可爱，喜欢摸着她和弟弟的头念叨，一定要他们聪明、温柔、果断。这句话他们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，这应该是已故外婆留下的最珍贵回忆。吉子喝完酒回到家已经很晚了，进屋后却没看见猫咪，叫了几次也没回应。第二天还是如常营业，客人还是很多，但纪子因为担心猫咪心不在焉，加奈和一个常来的孕妇聊上了。孕妇快要到预产期了，医生嘱咐她多活动，但她住的地方没有公园，于是每天都会来这里，下午吃完饭再离开。说着说着打起了哈欠，等店里客人都走了之后，她居然在座位上睡着了。吉子怕她感冒，带她上楼休息。给惠子女士寄信时，纪子提到了失踪的猫咪。孕妇醒了，没来得及细说就下了楼，脸上满是担忧和焦虑。其实这已经不是她第一个孩子，但这是她第一个亲生的孩子。她觉得生产很可怕，这段时间经常想起自己的母亲，母亲对她的无私付出浮现在她的脑海。她不确定自己能否做到和母亲一样好。吉子安慰她，你可能没有你母亲那么好，那篇文章有什么关系呢？你们本来就不一样，用自己的方式对待孩子，只要心安理得就行。这些话缓解了他的焦虑，也让他心情豁然开朗。次日早上准备开门时，纪子突然接到加奈的电话。加奈不小心摔下楼梯，不能来店里上班，所以请了假。吉子忙不过来，就提早歇息。正关门时，看见山田先生和中村大叔在门口，他们是来吃饭的。三人就去薰子婆婆那儿吃。薰子婆婆数落吉子太懒，说她忘了自己曾说一个人也要撑起店。纪子又去寺庙小憩，师傅泡茶招待她。在聊天中，纪子得知师傅已经在寺里待了10年，其实他继承了父亲的衣钵，这是他和小时候的父亲都没想到的。小时候他是个问题少年，觉得无法融入这个世界，所以成年后离开家乡到处漂泊，直到父亲去世才回到故乡，才明白以前想逃的地方，现在是最想回的地方。他也搞不懂为什么会这样。纪子觉得是时间改变了他，时间总是能无声无息改变很多事。他们现在一起聊天，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。师傅觉得或许是命运安排，来到这里的每个人都是命中注定。休息几天后，加奈终于好了，纪子见到他也放松了。惠子女士突然来访，让纪子很兴奋。看到满屋的客人，惠子女士替纪子高兴，没想到她这么快就把店做得这么好。尝了吉子的三明治和汤后，也明白了店里人多的原因。加奈觉得惠子女士很了不起，虽然两人没有交谈过，却总有这样的感觉。上次焦虑的孕妇又来了，怀里多了个孩子，满脸洋溢着做妈妈的幸福。旁边的桌子坐着祖孙3人，每咬一口三明治都赞不绝口，吃完饭才拍照留念。这样温馨的画面令人动容。临走前，奶奶看了一眼那刚出生不久的孩子，脸上忍不住露出笑容。生命如此神奇，让人喜悦。加奈也是头一次抱这么小的孩子，整个人都僵在那里。小孩在他高大的身影下显得更娇小。山田先生的朋友送了些牛肉，他不会做，就送到吉子那里。纪子做好了和薰子婆婆还有山田先生、中村大叔一起吃。
牛排配红酒，绝配。看着继子母亲的遗像，中村大叔感叹，他应该想不到，我们以后还会像今天这样聚餐吗？薰子婆婆问起猫咪的情况，吉子发现自己不再那么担心了，因为他觉得猫咪跟小雪一样，去寻找自己了。现在的猫咪一定找到了新家，而且生活得很开心。加奈告诉纪子，在上班路上，他看到一只很像纪子家的猫，试着喊了名字，猫也没有跑。纪子看了一眼照片后确定，那并不是他的猫，但是他还是想亲自确认。下班后，两人去了加奈说的地方，却没看到那只猫。纪子更确定那不是他的猫，他的猫应该有许多地方要去。加奈说他的猫还在旅途中。吉子想到这话就忍不住笑了。加奈确实是个有趣的女孩，但她自己没察觉到这一点，因为前男友说过她无聊。吉子觉得这是因为她没看到她的优点，所以失去了这样一个可爱的女朋友。现在加奈正值青春，可以保持自己的风格，普普通通的稳步前行，像猫咪一样在生活中漫步。未来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，会去很多没去过的地方，慢慢找回自己和生命的意义。吉子只说了一次餐馆地址，寺院的师傅就记住了。休息的时候摸索着找到了这里，终于尝到了吉子的手艺。吃完饭后和纪子聊了寺院的趣事。最近寺院又来了一只猫，跟其他流浪猫不同，它特别亲人，建议吉子休息时去看看。一天早上，吉子打开窗，看到了小雪的身影。没错，小雪在经历了一场自我探索后，又回到了薰子婆婆的店里。现在的她比以前更有耐心，更加细心，一切都在变好。眼前的幸福安逸，让纪子想起初到这里的自己，那个迷茫无措的自己。他曾多次想要离开这个城市，没离开过家乡，让他曾感到失落，也想去个远离妈妈的地方。但开店的这段时间，他想通了很多，是他自己的想法束缚了他。现在自由了，才真正学习和别人相处，也终于明白了妈妈当初的生活。妈妈早就看得透彻，只是他一直没意识到，直到现在才恍然大悟，找到真正想要的人生。我们都希望生活如愿以偿，但如果在前往的路上迷失了自我，逃避真实的生活，没有经历那些曲折坎坷以及欢笑泪水的印记，即使实现了梦想，也未必会感到幸福。对生活在现实中的我们来说，何尝不想要一个像吉子那样的机会，只是迫于现实，缺乏合适的时机。总之，所有能想到的理由都让我们把那些渴望延后，一边过着焦虑的日子，一边对自己许诺，期望自己能活得够久，期待终有一天能实现。说到底，自由从未离开过我们，或许只是我们害怕自由，脚踏实地过好自己的生活。在这过程中会遇见很多人和事，有时会让我们伤心，甚至想停下来不再前进。但绿灯亮起时，我们终将踩下油门继续前行。所以别再心烦意乱，即便身处现实，也要保留那个最完整真实的自己。